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常春藤的生活美语。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翻译。那么今天呢，来帮老师讲解英文的部分，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帅哥老师 Stephen 老师。Hello。好，那么我们今天的翻译一样会有2个题组，然后每一个题组呢都会有2个连贯式的这个中翻英。那一样呢，老师再给同学做一个稍微的提醒，因为这个中翻英的练习呢，在很多的现在台湾的英文考试里面，是同学呢，比较稍微头痛一点的问题，因为很多同学说，老师，第一个我单字量可能不够，还有呢，我看到这么长的这个中文的句子，我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拆解成一个正确的写作方式，也就是我不知道主词长在哪，动词在哪里，受词在哪里。还有呢，第3个，很多同学呢会按照中文这样子的写作方式，直接就这样子把它翻译出来。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就是所谓的 Chinese English， 所以很多同学有很多方面的这个疑问。那我想要问 Stephen 老师，因为 Stephen 老师他的中文、英文讲的都很好，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这种中式，就是讲中文的时候，然后直接翻译成英文这样的一个习惯，怎么样可以稍微的做一点改善呢？我真的觉得我常碰到学生给我的抱怨是说，他们很不懂文法。对，那我觉得文法这个东西呢，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它。只要你了解文法，它就会是你的了。就是文法不会一直变，它就是一个格式。如果你越想要去排除它，还是排挤它，你永远会学不到。你永远会觉得好难去组合一个句子。很多次英文跟中文你是可以直接翻是没问题的。但有好多次它是跟英文是相反的。对对对。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去背下来？你就是要背，就是要去了解，然后了解之后，像我有很多学生，他是好多时间是真的不懂，然后一直就是排斥这个东西，他就是不喜欢，他排斥它，然后终于有一天他突然就好像开窍了，就了解了，然后自从那个时候组合这些不同的句子就变得很简单，但是它就是一个一直要去练习，一直要去看，一直要去做比较。就是英文跟中文什么时候是一样，什么时候不一样？当你去了解这些格式，很多东西会变得更简单，只是前面会比较痛苦，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点。对对，没有错。所以就像老师讲的，你必须去接受它，你不能呢一觉得碰到有困难你就想要逃避，或者你想要觉得这个很难，我不想学。那还有，我觉得刚刚 Stephen 老师提到一点很重要，就是有的时候同学在学翻译，你不妨可以试着看看，就是说，一边是中文的，一边是英文的。然后那2边去对照说，就像老师刚刚讲，哪边有一些些许的不一样呢？然后原来英文这样子讲，那其实中文是这样子讲的。好，那下次你碰到同样的句型出现，你就可以模仿原本的英文的说法，对不对？好，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题组了。第一个题组间的2个中文句子，第一个句子是说呢，许多人在走路的时候使用手机。好，这个是大家现在普遍的现代人呢都会犯的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因为真的太危险了啊，而不是注意周遭的环境。好，我们第一个句子，我们先请 Stephen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英文的表达方式。Many people use their cell phones while walking.Instead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ir surroundings. 好的，所以这个句子很明显的主词就是许多人啦，动词就是走路的时候使用手机，所以你要先写使用手机是你的动词跟你的受词，然后接着他使用手机的时间点是 while， 因为你是正好当你在走路的时候，所以记得 while 的后面要加上 ing while walking。 什么叫 instead of 呢？ instead of 是一个片语，但是请注意它是介系词，你有看到那个 of 对不对？所以它的后面呢，你要接的是名词或者是 VING 动名词。那么 instead of 你要放在句首也可以，或者呢，你要放在主要的子句，像刚才就是主要的子句叫许多人使用手机，这个主要子句你要放在后面也可以。那当然你也可以把 instead of 用 rather than 来做一个替换。好，然后呢没有怎么样注意，所以接下来的下一个句子就是注意这个片语叫 pay attention to， 记得要用 to 这个介系词，很多同学都乱用，什么 pay attention of pay attention in pay attention at 你有时候片语这真的是很讨厌的那个介系词，这些真的就是要背。对，因为有的时候要特别去找一个方式去所有的
都是这样子用的介系词是不可能的。对，没有错，英文也没有这么简单，好不好？所以你不能说老师我爱用什么，我现在是在课堂上我就要用 pay attention on， 这不行，它就是要 pay attention to， 好不好？然后 surroundings 要记得那个 surrounding 要加 s， 就是你在周遭，你周遭环境不可能只有一面嘛。对不对？是环绕着你的，所以你的 surrounding 要加上 s。好，一样的句子哦，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有一些这个用法，比如说有一个片语，我们来请 Stephen 老师帮忙念，就是而非这样的一个片语。Instead of followed by a noun or a verb in the ing form。对，所以你有听到老师的念法，那个 instead of 那个的会跟那个 of 会连音。就我们比较不太会分开来念这样子哈。好，那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些单字，好，我们一样就请 Stephen 老师帮我们念。第一个片语就是注意 ，pay attention to。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四周环境 ，surroundings。Okay, and make sure you know this is the noun form. There's also an adjective. 对 ，Okay, so that so when you're using it as an adjective, it won't have an s. 对，如果你用形容词，就要把 s 去掉了。好，同样的一个这个中文的句子，就是许多人走路时候用手机，而不是注意周遭环境的第二种英文的表达方式。Many individuals use their phones as they walk.Rather than staying aware of their surroundings. 好，那我就请 Stephen 老师帮我把这个个人那个字再念一遍。Individuals. 对，很多人不太会念这个字。The second D has kind of a J sound. Individuals. 对，所以很多人会念 individual。individual 是什么东西？It looks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that. 对，因为中间又有一个 D 跟 U 的结合，所以要注意一下它的发音。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字呢，它本来就是指一个人，所以我们把刚才的 people 换成了这样的一个字，然后一样是使用手机。我们把刚才的 while 换成了 as， 一样 as 就是表示当，好，当他们在走路。然后我们这时候把主词又写一遍了 ，they 又写一遍了，所以这时候你的 walk 就用现在式就可以了。然后 rather than 我们刚才 instead of 换成的 rather than， 那这边又出现了一个片语叫 stay aware of。什么叫 stay aware of 呢？这个片语就是有点提醒人家你要注意啊，就是你要注意你的周遭啊，你要主动去观察，保持一个察觉心啊，好，尤其是对它的周遭环境。好的，我们再看这个题组一呢，还有一个第二个题目，它的中文是这样：作为回应，一些城市已经开始通过法律来规范此行为。好，一样我们请 Stephen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Okay. In response, some cities have begun passing laws to regulate this behavior. 所以 in response 就是为了针对刚才大家走在路上使用手机，而且很多人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了回应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某一些城市是你的主词，然后已经要注意中文有已经，所以你要用的是现在完成式啦，从过去到现在。好，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通过法律就直接写了，然后呢，规范的这个动词用 regulate， 然后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这个句子基本上它的排列顺序就跟中文、英文就是差不多的顺序了。OK，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in response 这个作为回应的这个用法，它后面要接一个主词跟动词。好，那要记得 in response 它其实是一个副词片语。所以你放句首的时候要加逗点，所以通常放句首，然后用逗点把它隔开来，就是中文翻成作为回应，或者是为此怎么样。好，那一样同一个句型呢，有一些单字咯，我们就来请 Stephen 老师帮我们念。第一个单字叫做通过法律 ，pass a law。好，第二个单字叫规范控制动词 ，regulate。第三个字呢是名词的行为举止。Behavior。 OK， 好的。那同样的一个中文句子呢，第二种英文的表达方式，请 Stephen 老师念一下咯。In response, some cities have started implementing laws to regulate this behavior. 出现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字了。好，请老师再念一下这个字。Implementing，它的原词是 implement。
对，好，这个字呢，它就是有表示实施的意思，它着重在就是说，你要开始做应用了，就是我这个法律要来应用在这些所谓走路呢、使用手机的行人身上。好，所以这个句子一样，主词还是 some cities， 只是我们把这个动词呢改成了 implement，然后的一些法规，然后后面都一样 regulate this behavior。好了，那我们第一个题组到这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个题组咯。第二个题组它的第一个句子是说，为了能够见到偶像，许多的粉丝会前往机场接机或者是送机，所以这些人，我们英文好像我记得有一个叫追星族，叫 groupie 啊。Groupies 是吧？Groupies 对不对？就是追星族了啊！看到自己的偶像呢啊，要在哪个机场降落了或者起飞了，哇，这一群人全部挤进去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我们怎么用英文来表达呢？ In order to see their idols, many fans go to the airport to greet them or see them off. 什么叫 greet？ 就是欢迎，哎呀，真好，迎接你呀，我的偶像来到了，并且要去 see somebody off 就是有离开的意思嘛，所以我看着你离开，意思就是我送机的意思。所以一开始呢，它是一个不定词的片语，叫 in order to do something。啊，就表示会做，为了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后面要接原形动词。当然呢，你那个 in order 呢，你可以把它省略，你直接就是只有 to see their idols，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使用的时候一样，你要放在主要的句子的前面，那你要放在最后面也是可以。好，那如果你放前面，也是记得要加上逗点咯。好，所以里面有一些这个单字，我们来请 Stephen 老师念一下。第一个字就是偶像。idol， 所以这个人如果是你很喜欢的一个人，不管是明星也好啦，或者是一些演员也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字来表示。第二个，我们到机场去送行 see somebody off， 对，这是一个片语 ，OK， 好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呢，它有另外一个英文的表达方式。好，我们请 Stephen 老师来念一下咯。To catch a glimpse of their idols, many fans head to the airport to welcome or say goodbye to them. 这边有一个字呢，这个 M 跟 P 加在一起，又是同学发音的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样，其实 Stephen 老师再念一遍 glimpse， 对，你嘴巴要先闭起来，然后你才能念那个 P。这个音好，你不闭起来，就这个音变得很怪，中间好像空一格在那边。OK， 所以什么叫 catch a glimpse？ 这个字就是看一眼，很快的看到的意思。OK， 所以为了要赶紧看到我喜欢的这些偶像一眼，所以呢，很多的粉丝我们就把 go to 改成 had to。你想嘛，你走路的时候头会引导着你嘛，往前走。走到 airport， 然后把刚才的 greet 我们把它换成了 welcome，好，或者是呢 see somebody off， 我们就是跟他 say goodbye， 拜拜，下次记得要再来哟。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题组的第二个句子了。第二个句子是说呢，大量的人潮可能会引发安全疑虑，这使得机场需要加强人流管制措施。一样，请 Stephen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咯。Large crowds may raise safety concerns, which makes it necessary for airports to strengthen measures for crowd control. 这个句子坦白来说，确实有一点不太好自己写完完整整的一个句子了哈。所以一开始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主词是大量的人潮，可能会引发安全疑虑，所以动词就是会引发，然后最后安全疑虑是你的受词。但是接下来就是同学最容易犯错的地方了。第二句你们就会直接逗点 this makes 就错了。你说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用 this？ 各位同学，只有两个句子啊。两个句子你要有一个连接词啊，那什么样的字，什么样的连接词，既可以把两个句子连接在一起，又可以去替代这个这指的谁？这个这就是指大量人潮引发安全疑虑这件事情。所以只有一个东西叫关系代名词，它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对不对？它又是代名词，可以代替前面的整个句子，还可以代替整个句子，同时它也可以连接两个子句。好，所以只有非它莫属了啊。所以你的主词叫 large crowds， 记得要加 s， 然后会引起用 raise， 引起什么呢
safety concerns 就是人家的担忧的意思。然后呢 which 前面一定要加逗点，为什么？因为你这个 which 指的是前面这整个子句，这件事会导致下面这个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使得 make it necessary。很多同学说，老师啊，这个句子中文叫这使得机场，所以我就要写 This makes airport need to 怎样，就有吗？完全按照中文那就不行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句子 ？make 中间后面有一个 it， 这个是一个假的，它是一个虚的受词。OK， 真正的受词在后面 ，to strengthen measures for crowd control。就是对于人潮的这个控管，好，要去做这个人流的管制，这件事其实才是你真正的受词，所以这是一个虚的受词。所以注意 which 是用来代替前面整个句子，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which 除了表示事物，当然同学在学关代的时候，它也可以表示动物啦，也就是非人啦，不是人的东西都可以用。好，然后呢，来代替整个句子的时候，你就要加逗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make it necessary？ 就是因为你的受词太长了。所以呢，我们先用一个 it 来做一个取代，然后把真正的受词移动在后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里面的一些重要的单字跟这个句型。第一个句子叫做使或者是做点点点，然后这件事情对某人或某物来说呢是成为怎么怎么样。好，这个句型。Make it and then you add a noun or an adjective, and then you add for somebody or something, and then to a verb. Okay, in the present tense. 对，有点难的这个句子哈。不过同学多练，就像老师刚刚讲，不要排斥它，你不要看到这么难你就说哎这么长我不想学了。好，所以接受它哈，那你就有一天慢慢的多练习，有一天你就会开窍了，对不对？ Yeah. 好，所以 make it 就是讲老师刚才讲的一个假的虚受词，真正的受词在后面的 to。那中间的那个 for somebody or for something， 有的时候你可以省略，你不一定要把这个人或这件事情写出来。好，所以它是可以省略的。那你记得那个 make it 后面只能接名词或形容词，然后你的不定词是放在最后面。好，第二个这个单字叫加强。Strengthen。对，你的 th 音要念漂亮，老师再念一遍吧。Strengthen。对，要看老师的舌头、舌尖要稍微的出来一下，好不好？不要 strengthen， 是 strengthen。 And make sure that the end of the word you're not closing your mouth, because then that will sound like an M. Okay, so strengthen. 对对，好的。第三个字呢，就是人流管制。Crowd control. 好的，同样的一个中文句子，我们再请 Stephen 老师帮我们念一下第二种表达方式。Large crowds can cause security concerns, making it necessary for airports to tighten their crowd control measures. 又听到一个跟同学平常发音不太一样的字 ，right？ T-I-G-H-T-E-N 的念法是 Right. So some people might say tighten, right? Tighten. But when there's a hard T sound in the middle of a word, a lot of times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will make that T completely silent. Okay, it will become tighten, tighten. 对，这个是尤其是针对他们这种专门就是 English speaker 会说这个字。我们一般的人在学英文就是 tighten，但就像我们讲 tighten 也不是错。Yeah, it's correct as well. 对，只是说他们会习惯于中间这个 D 呢，会把它弱化掉。Yes. 对 So 它不是完全不在，对，就是它也会停顿一下 ，tighten like that. 如果我完全觉得它不在，就 tighten 对，这 like 样会 that. 很奇怪。它中间会有一个 tighten。对，所以它只是弱化，并不是省略掉这个音。好，所以这个第二个句子一样，我们的主词是 large crowds， 然后呢，动词这时候把原本的 raise， 我们把它改成了 cause， 一样就是表示引发、导致这样的一种 security concerns。然后这时候我们逗点后面，你要不就是留着关代，要不就是关代不要，然后把后面的动词加 ing， 那只能选一个啊，不要可以太贪心了。好，后面都是一样的啦，哈，后面只是把原本的 strengthen 改成 tighten 这个字，然后呢，原本的人流管制的这个措施呢，刚才我们是先写措施。然后这些措施是针对人流的这个控管，可是现在我们改成了把人流控管变成了一个连在一起的形容词了，所以呢变成 crowd control
然后去形容这个 measures。好啦，今天我们这2个题组的这个翻译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希望同学呢，从 Bernice 老师跟 Stephen 老师的讲解呢，你有慢慢的对于这个中翻英比较没有那么排斥了，慢慢的接受它，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孩子们。You can do it。对，好的，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